由于现在 DeepSeek 推理模型的火爆，受到了非常多使用者的好评，整体评价就是 AI 现在变得更聪明了。看完清华大学推出的 DeepSeek 从入门到精通的手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使用推理模型与非推理模型的差别。我在使用推理模型一阵子之后，有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的提问的思路变了，现在完全不需要用之前那种非常复杂的提示词去控制 AI 的思路，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只需要提问的目标清晰， AI 给出的答案就能8、9不离10。这个变化的差异，从 Claude 官方给出的提示词案例与 DeepSeek 官方给出的提示词案例对比一下，就能清晰的看出来。基本 DeepSeek 就是一句话的事，感觉这个提示词案例看着也没有太多参考的意义，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提问，效果却出奇的好。造成这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使用推理模型？接下来都会一一给大家进行讲解。首先，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别。非推理模型，它的思维更像是基于数据的预测，它根据输入的内容预测最有可能出现的答案，而不一定是深入思考该问题背后的逻辑。这种模型面对开放性问题的时候表现会更好，但是面对需要严格推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够准确或者是不合逻辑的答案。而推理模型则更像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模型需要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并逐步进行推理。它不只是根据表面数据做出判断，而是需要通过更系统的逻辑步骤验证信息之间的关系，最后再找出一个合理的推理链条。所以推理模型它会有更强的自我反思功能。通常逻辑性较强的工作，推理模型往往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它的自我反思和推理能力都非常强，不像非推理模型说错了答案也不自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脑筋急转弯去看两种模型的一个差异。推理模型在思考时就会自测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可能是一个幽默的答案，或者是测试逻辑思维能力，这部分纯是模型的自我检测，会把这道题自我分析成2个方向来满足我们可能需要的需求，细致程度真的超乎我的想象。2个方向分析完成之后，它还会分析其他可能存在的读音，并分析可能性，后面跟 GPT-4o 回答一对比，直接给 GPT-4o 的回复给预判了，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就是推理模型关联性的挖掘能力也会更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它会反复揣测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更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提问同一个简单的问题，非推理模型只会简单写一下背景和原因，对于我们的参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没有深度。如果想获取深度的话，我们还需要额外写提示词去要求分析处理的任务逻辑是什么，就会比较麻烦。而推理模型会附加上逻辑结构、事情的起因、结果、关联的事情，在自我思考的时候都会考虑到经济、政治、验证事实，这些我们都没有提出，但是推理模型会自己思考出这些关联事项，所以回答的内容自然而然就会显得更聪明。第三点就是它会有更强的推理能力与逻辑性，这一点我觉得从上2个案例就能直观的体会到，脑筋急转弯的案例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有更强的推理能力，逻辑性也非常的严谨，做逻辑性测试题也都非常的准。那我应该如何更好的去使用推理模型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确我们的任务与目标，简化我们的提示词内容。我们之前之所以要写那么复杂的提示词，就是因为非推理模型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它回答问题主要以预测为主，信息越全，预测肯定就会越准，所以需要附加上一堆条件去控制它，引导 AI 的推理步骤来补齐短板。但是现在推理模型有内化的推理逻辑，它自己就可以反推自己执行的任务步骤，比我们自己写一点也不差。自然而然我们也不需要写那堆引导，只需要摆明我们的任务目标和需求就可以。我们在表达需求的时候，这个表格就非常的具象，也把推理模型和通用模型的特点都写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各种需求类型在2个模型之间的差异，选择合适自己的解题思路去提问，就会非常完美。提示词写起来其实也并不复杂，看一眼案例，相信大家都可以搞定，主要是拿捏思路就可以。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创造式的完成任务，我们在提供目标的时候，可以让 R1 具备一定的思考空间去帮助执行，而非一个机械化的执行指令。应该多说要什么，而不是说要怎么做，因为现在 R1 的推理过程印象非常让人深刻，创造式的完成任务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多一点的惊喜。相反，我们也可以设置清晰的约束条件，激发 AI 在限制中寻求突破。通过设置明确且富有挑战性的限制条件， AI 就能够主动识别各种
种约束条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让 AI 探索如何更加巧妙地满足所有需求，还可以激发它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些约束的方式。最后一点就是教大家减少 AI 幻觉的一些方法。这个表格我觉得总结的非常的好，很直观，感觉造成 AI 回复出现幻觉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所以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多多注意这几点因素就可以了。文档内其实还有非常多具体的提示词案例与编写的方法论，非常值得学习。最后就是给大家罗列一些之前的提示词思维可能不太适用于推理模型了。思维链提示在 R1 中已经不是很必要的一个条件了。R1 的强化学习能力使自然而然形成最优的一个思维过程，而无需我们去引导它的思考过程。结构化的提示词的重要性也大幅度的下降了。虽然 Markdown 的格式仍可用于提高可读性，但是由于我们所需要的提示变得更简洁了，这种结构化的必要性也就大幅度的减少了。专家角色的设定现在也已经变得多余了。R1 本身就具备专业水平的思维能力，只需要在必要时指明特定的学科视角即可。使用奖励机制已经也不会再有效了。R1 的性能足够成熟，这类技巧反而会影响它的正常发挥。在提示词中增加案例也不再被推荐。根据 DeepSeek 团队的技术报告，清晰的表达需求比提供案例会更重要。角色扮演也并非 R1 的强项，特别是在情感化这方面， R1 更适合理性的思考，而非直觉性的互动。当要求 R1 模仿特定的风格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额外的解释它的概念是什么，它完全可以自己深入的去理解，而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去说明。我是 IGC 肖学长，关注我，带你了解 AI 世界。